魏无羡这一觉睡得踏实，第二日醒来已是午时。他闭着眼，鼻尖耸动，捕捉到一点麻辣的焦香。魏无羡懒得睁眼，他慢慢爬起来，嘴里嘀咕着：哪个门生这么会办事儿了？循着记忆里的路线走过去，中途却被一物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，旁边一人扶住了他。小心。魏无羡在睁眼，入目的是蓝忘机那一张俊脸。大清早大中午的一睁眼便是这么一张养眼的脸。魏无羡晃了晃神，再看看四周，挠头道：哦，我昨夜又掉到你床上来的。蓝忘机将他扶稳，叮嘱道：你一觉睡到午时，早膳未食，先用膳吧。末了再加一句：日后走路小心些。魏无羡连连点头，又竖起大拇指对着他说：韩光君你今日话可真多。魏无羡说完，也不管蓝忘机如何了，自己跑去桌边，看着满桌红彤彤的菜肴，感慨道：多年不见，你们家伙食变化可真大啊。昨日他死活不肯在云深不知处用午膳，蓝忘机只好带着他在山下采衣镇寻了个菜馆垫了肚子。魏无羡道：如今看来是你们家食堂把采衣镇的菜馆厨子挖来了。用了膳，魏无羡想早些赶回莲花坞，昨夜在江城面前消失，也不知他那耿直一根筋的师弟如何反应了。云梦与姑苏两地相距甚远，即便遇见也得些时辰，更何况魏无羡身上又未带剑，连陈情都落在江城的书房内，因此依旧由昨夜再度被他砸中的蓝忘机负责送他回去。临走前还需拜别同样受惊的蓝老先生与蓝宗主。魏无羡与蓝启仁大眼瞪小眼，他心想着，这老头也算大度，我砸了他宝贝二侄子，又在云深不知处犯了多条家规，他没当场掐死我，也算脾气好的了。魏无羡乖巧道：今日多谢蓝先生照拂。蓝启仁不想答话，蓝曦臣见状忙接道：魏公子昨日睡得可好？魏无羡答：睡得好，睡得可好了。韩光君真不愧是韩光君，连睡姿都如此端正。你是不知道，在莲花坞，我和哪个门生师弟同睡，第二日都能被砸得鼻青脸肿的。哎，泽无君你怎么了？对了，你昨日说要我小心，小心何事？魏无羡自顾自地说着，蓝忘机面色依旧，蓝曦臣脸上表情却愈发古怪。没什么，听起来魏公子你与莲花坞众位感情相当要好啊。魏无羡点点头：那是当然，当年我便是大师兄，如今又新招了门生，年纪不大，都当弟弟一般带着玩。蓝曦臣笑着点点头，眼睛又往蓝忘机处看了一眼。如此便好。蓝忘机道：时辰不早了。魏无羡经他一提醒，也道：也对，走吧走吧，再晚些江城又该念叨了。蓝曦臣心道：这位公子可当真是好样的。莲花坞众门生今日发觉他们的江宗主有些不对劲，面色漆黑且焦灼。只见江城背着手从教场转到书房，再从书房逛到祠堂，时不时看看他们不知又跑到哪儿去的魏公子的屋子，怅然若失，又望望姑苏那边的方向，咬牙切齿。半日过后，当教场上的江宗主再度看向姑苏那边之时，如昨日那般，天边一个黑点慢慢靠近，江城的目光顿住，盯着那点不动了。众门生好奇，齐齐抬头去盯着那点。须臾，那一点靠近，众门生眯了眯眼，一白一黑两人御剑而来。黑衣的那人乃是他们的魏公子，白衣那位则是姑苏蓝氏的韩光君。这情景莫名有些眼熟啊。昨日也在场的人回想了一下，他们魏公子昨日似乎也是如此与韩光君一同回来的，不同的是，今日魏公子似乎收敛了些，没有将衣裳玩坏。思及此，在场众门生顿时愣住。不对啊，为什么能把衣裳玩坏了？干什么能把衣裳玩坏？门生们的脑子飞快运转着，昨日他们家魏公子穿了蓝氏校服归来，说明吃亏的是魏无羡啊。韩光君把他们家魏公子，门生们发现自己好像发觉了什么不得了的事。蓝忘机携魏无羡落地时，同想象中一般收获了众人的目光，本想如往常那般忽略，可如今莲花坞的这些个门生这眼神，似乎掺杂了些奇怪的感情。他目光扫过去，门生们虽然好奇，却碍于韩光君周身的气场，
一个接一个的垂下眼帘，望天的望天，瞅地的瞅地，无人再敢去看他一眼。魏无羡跳下碧尘，两眼巡视一圈，定格在他师弟身上，笑得异常缺德，3步并2步跑过去，拍肩道：师弟，一晚没见，想我不想？昨夜亲眼目睹魏无羡在自己眼前消失，并受了巨大刺激的江宗主没有说话。见江澄面色难看，魏无羡笑得更嘚瑟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江澄，你师兄我虽然爱说谎，但时不时还是会说点真话的。你看看，让你不听我的，现在滚！江澄忍无可忍。蓝忘机在一旁看着，两瓣好看的红唇抿得发白，见魏无羡与江澄闹腾够了，才道：魏婴，我先回去了。魏无羡笑道：好啊好，蓝湛你先回去。蓝忘机点点头，在他说话之时便踏上碧尘，缓缓升空。魏无羡接着把没说完的话说下去：指不定今晚我便去找你了。蓝忘机遇见的背影踉跄一下，一向沉稳的韩光君险些栽了个跟头。入夜，莲花坞教场，魏无羡盘腿坐在教场中央，望向旁边的江宗主。江澄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过分吗？江澄严肃道：不觉得。魏无羡左右望望，江澄、江婉莹、江宗主，你今日没有宗务处理吗？江澄站累了，跺跺脚，蹲下身，眼睛紧盯着魏无羡。我今天就陪你在这儿耗着了。周围的一圈门生点点头，纷纷道：魏公子，您还是从了吧。魏无羡问道：不是，有点问题。什么叫从了？说那话的门生道：就是从了啊，反正您现在也动不了。确实，晚膳过后，江澄便带着一帮子门生满莲花坞追得他上蹿下跳，他寡不敌众，最终让那帮混蛋绑住拎到教场，四周还钉了木桩，他被牢牢固定在教场中央，一动都不能动。江澄昨天是亲眼看到这么大一个人从自己眼前消失的，受的刺激不小，然后今天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，怎么着也得把魏无羡失踪的真相探究出来。江澄看着此时受制于人的魏无羡，冷笑几声，满意道：今日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调过去。魏无羡与江澄和他那帮门生僵持着，10几人于莲花坞的教场之上大眼瞪小眼，场面过于怪异，偶尔有人途径莲花坞大门向内张望之时，总忍不住驻足观赏。因此不多时，门外也聚集了不少的人。江澄虽嫌丢脸，但这几日实在被他师兄和蓝忘机那事折腾得精疲力尽，所以即便如此，他也尽力忍耐，势必要把魏无羡平白无故调去云深不知处，具体到蓝忘机床上一事搞清楚。魏无羡平日里便没脸没皮的，如此被人盯着也能坦然自若。自己寻了个舒坦的姿势待着，看准了一个门生：你过来。门生指着自己：魏公子，您叫我。魏无羡点点头，一脸凝重：没错，就是你，过来，我有重要的事交代你。门生见平日吊儿郎当的魏无羡如此，当真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，连忙过去听话。魏无羡贴近他耳朵，小声道：给我拿点瓜子儿啊，再来点花生。点心的话，荷花酥怎么样？我看师姐今日做了许多。这江澄咬牙切齿道：闭嘴！魏无羡闭嘴一瞬，又道：那荷花酥实在不行，只有瓜子也可以。最后10几人大眼瞪小眼的盯着魏无羡嗑瓜子。坐等一晚，教场中央的几人眼下乌青一片，眼看天色渐亮，魏无羡却依旧没有消失的迹象。魏无羡打着哈欠，自己心中也奇怪，前2日可是锲而不舍的每日报道的，怎么今日有人盯着便掉不下去了？魏无羡以为有人盯着此树便失灵了，顶着大黑眼圈，强撑着对江澄道：江澄、江婉莹、江宗主，师弟啊！最后一声陡然拔高，把江澄喊得清醒了些，他甩甩脑袋：何事？魏无羡有气无力道：明晚不要再盯着我了。今日没有成果，还搞得自己狼狈至此，江澄也不愿再折腾。谁这么无聊，还会再去盯着你啊？魏无羡道：你啊，你看你一盯，我都不能去韩光俊那里睡了。江澄嘬着牙根子：你还想过去和他睡？魏无羡抬了抬眼皮：他那么古板，谁想和他睡？江澄点点头：也对。他看看周围昏昏欲睡的门生，拍拍手道：回去吧，收工了。门生们稀稀拉拉的起身欲离开，
魏无羡顺势躺下。不行了，我坚持不住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说完便闭上眼睛，躺在教场上直接睡去。众人惊呆了。江澄嫌弃地吩咐：找人把他抬。一回头，原地的魏无羡连带着固定魏无羡的木桩都消失不见了。众人目瞪口呆。江澄望向姑苏那边，又看看地上那几个洞，面上的疑惑似是将凝成实质。不会又掉到姑苏那边去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如何操作的？